哎，没想到我去香港旅游一次，竟然让我捡了一个超级大漏。哦，都这个1块金包银的金币。哦，金包银，我1000都给它买回来了。你这个是上海1两银元，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银币啊。那不这如果东西对的话，1000块钱，这价格确实是超级大漏。至于什么金包银，我这倒没看出来。这不金包银都是中间这黄金的地方，它黄金都是黄金。哦。其他白色都是银子。哦。黄金现在一颗都几千块了。香港那边卖的贵啊。这两地的这个换算单位不同罢了，全世界的金价其实都一样。给你纠正一下啊，你这个上海1两银元，这上面你看这泛黄的地方，这可是不是什么黄金？因为过去银元它是通用货币，不存在什么金包银。一是过去的铸造技术不允许，二是金包银啊都广泛运用到那个首饰上，银元上面它只有包浆。那泛黄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包浆。属于那个黄金包浆。黄金包浆，反正是比黄金还贵。我听人家专家给我讲过。包浆比黄金贵，这说的有点夸张了。倒是好的包浆在好的币种上，那价值比黄金贵是真的。就像你这个上海1两，你看币面它是带环材，这种环材啊，平时比较难形成。而你这个银元真正贵啊，就贵在它这个币种上，因为上海1两啊，它是洋币。你说的对，我买的这块银元啊，它就是洋币。当时卖给我这块银元是一个老年人，用的还是2级手机的，他查不到市场价。你记住一句话就行了，香港是国际大都市，你所谓的那老年人用了2级手机查不到市场价，这种借口不成立，因为卖家永远没有买家精。像这种洋币啊，本身就不便宜，1000块钱卖给你的话，这里边绝对有什么门道。他能有啥门道呢？这块银元就是家里祖传的，他家的。他老年人啥都不懂，乱摆摊儿。给我捡个漏，就这么简单。祖传的话，我倒真没看出来。这个银元是1867年设计铸造的，距今已经100多年了。银元无论在哪，100多年它应该产生包浆。而你这个环材，我看也比较富。另外，像你说的这黄金啊，这我看着也不老。你说这话没有根据。老不老不是你随便说的。已经有人给我开价1000万了。你看你能给我多少吧？说实话，1000万买这种状态的上海1两确实不贵，因为这种上海1两啊，确实值这个价。主要原因还是它的存世量少，1000买1000万卖。首先，我觉得你这种利润啊极其不对称。你要是放70、80年代，1000块钱确实啊，能淘到这种大珍。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另外就是你在香港这里买啊，而作为一个旅游者来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并不了解你所购物的地方，越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不可能这个大珍出现在旅游景区。第三个就是我作为一个从业者啊，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你这个银元很不舒服。还是那句话，环材包浆显得很浮。还有你说的这换房的这个地方，既不是黄金，更不是包浆，很明显，有区别于其他地方。我再看它的压力，这边齿压力啊，很明显不行。我看也就是真银假币，300块钱一大关。你别自作聪明了。300万我不会卖给你。我上网联系的专家都给我1000万了，就差我没去拿钱了。哎呀，就我说了，就你这个银元跑到天涯海角也不会给你1000万，甚至你想卖1000都很难。人家卖给你1000是净赚大几百的利润。网上专家你也别信，他们只报高价不回收，为的呀就是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我看你这是羡慕嫉妒恨。没有。捡大漏了，你心里不爽；看别人出高价了，你又污蔑。污蔑、羡慕根本谈不上。你之所以来找我鉴定，多少可能对专家的话有点不信任，不然也不会找第三个人看。大概情况就这样，网上专家估高价骗局啊，多少你回去多了解一下。这个银元真假，你再找别人看看能值多少钱，到时候你心里边啥都明白了。你还拿回去找那个专家去。好。刚才在河边2000块钱买了8块银元，我都看别人都给他乱买，我也随大流买几块就害怕是假的你赶紧给我看看，这是爷爷是奶奶？银元真假你都不知道，你都敢买？看来是赚是赔完全靠运气啊！来，我看你买的啥的银元？300块钱一个，我感觉也不贵。说句不好听的话，这都是卖破烂他还亏不到哪去。说句实在话，你这300块钱一个买的呀，确实不贵。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银元真假这都是没啥问题。说实话，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包浆。虽然说只有8块，整体状态还都不错，但是你像这稀少度并不常见的这个糖正，这一下子就有2块，而且里边还有一块
北洋，剩下的这5块大头，2000块钱买的这么便宜，在哪买的？这我刚才河边玩的那有钓鱼的那儿，一个年轻人，他用网杀鱼的，叫网顶捞下来一个土罐子，而且还封闭着了，砸开一看里边有200多块老银元。我看很多人都跟他买，所以我也就300块钱，买了6个，最后200块钱他又给我加2个小的，就这样买的。你这8块银元里边，就这俩小1号买的最超值。说实话，钓鱼能钓到衣服啥的，哎，这都很正常。我真是第一次听说撒网能撒到网罐。哎，第一啊，这瓦罐比较圆滑，撒网也捞不上来啊。第二，像你说的，里边装了有200多块银元。就这1块银元都26.8克来算，200多块好歹也得10来斤了，再加上瓦罐的重量，这10几斤，你就是撒网也不好拉啊。他这是具体咋撒上来的，我也没有亲眼看见。你就看真的假的就行了，反正不要让我赔钱就行，你给我看看吧。真假刚才都跟你说过了，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给你吃个定心丸，我就给你拿你这买的最便宜的这俩，小个的糖蒸。这哪一块随便卖了2块，2000块钱乘以2，另外这剩下的这7块，这都是你今天赚到的。老板，你可别忽悠我！现在银子涨价都涨那贵了吗？反正我知道最近黄金是涨疯了。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和黄金、银子价钱没任何关系。银元虽然说是银的，但是他们又不按银子的价钱去卖。就单说你这俩小1号的这个唐吉窑半圆，这是当时发行于云南那边的军阀币。因为他们的发行量较少，所以比其他这个银元贵。而且你这2块，你看这包浆都非常好，正宗的五彩包浆，品相状态还都不错。2块大概也就5、6千块钱嘛。乖乖嘞，光这2块我就挣了4000了嘛。对，那这剩下的大来不是更值钱了吗？那是嘞，在过去是银元越大越值钱。但是现在并不是以大小来定价来，主要是看它的稀少度。你剩下的这6块里边，就这个带龙的稍微贵一点，这是一块34年的这个北洋龙，看一下壁面也不带什么斑，正儿八经的流通货币，壁面带的老包浆，龙鳞还算可以，一般像这样的通货状态而言啊，大概价格在3000多块钱的样子吧。听到我这一下揭露了，这才3块都好几千块钱了，那加上另外5块的话，我这一下不是赚翻了吗？那确实，你说的价钱很便宜。说实话，5年前也没有这样的价钱，几百块钱现在根本买不到这最便宜的这冤大头。我看你这全是这种3年的，我也不细看是否带斑了，就冲你这些壁面，你看状态，说实话很不错，壁面无伤无戳。里边你看就这1块稍微铝锈稍微大一点，其他的4块状态都非常舒服。5块的话，给你按5000块钱来算吧。好，啥也不说了，你就这8块银元，我趁这个年轻人啥也不懂，我拿着赚的钱直接照他那200多块都给他买回来。说实话，银元我可以给你留下，我建议你不要去买了。第一啊，这个撒网撒上了几百块银元不现实。第二，它即使在瓦罐在这个河里边那么长时间了，这上面产生的包浆都不对，所以你这一次捡漏已经赚不少了，没必要再去冒风险再去买了。万一后边他再卖给你假嘞，说实话就得不偿失了。这你都别管了，赚钱肯定得有点风险。风险，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能说的都给你说完了。好，你赶紧给我算上钱给我。行。过年的时候啊，俺一个朋友送我一块银元，今天拿出来一看，变色发黄了，可把我恶心坏了，假的也送给我。银元变色发黄不一定就是假的，它有可能是它产生的包浆。来，我先看看是啥的。我这个人最讨厌的都是收到假货，假东西宁愿扔了，也不能随便送人，送人被发现是假的，那给吃个苍蝇啊！这个真假，你先不要着急下结论。我看你这壁面泛黄发黑的，确实是它的包浆，这可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包浆。MS63加的9年精发，发丝比较精密，而且壁面还带光，整体状态超级好。我这鸽子合着看，这都是一眼开门啊！你这个朋友送给你这个银元，看来他这个出手啊，还是挺阔绰的。得了吧，这大中年充胖子，这叫阔绰吗？这幸亏今天是我朋友给我看了看，他说真正的老银元根本都不会弄干净，过去的老银元要么带铝锈，要么都是发黑，可能这样子的。说实话，你这个朋友应该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他说的话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过去的老银元必须带包浆，
像带铝锈啊、泛黑都是原汁原味的。但是你这个是9年净发，壁面上为什么泛黄？为什么它这壁面有黑点儿？这是因为它清洗了，而且没有洗干净。况且这银元都已经评级入盒了，对吧？你只需要仔细对比它的官网即可，可不能听信那朋友的片面之词。你们俩说话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啊。反正我阴阳的这银元给我的时候是纯白色的啊，这几个月没拿出来，一下子变成这样子了。有可能是你记错了，我这仔细看啊，你这壁面上面的包浆确实是以前的老包浆，确实是以前在清洗的时候啊没清洗干净。再说了，即使你这银元是一块大白壁，之前大半年的时间不可能产生这种包浆，因为像这种平基盒子啊，你看全方位它都是密封着的，不会进空气，更不会氧化。听你这样一说，好像也有道理。对，你们俩都是说的一套一套的。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情况下，你帮我看看这块银元值不值钱？你说这话确实是有道理的。那朋友啊，确实不是一般人。一般玩这种高分银元的呀，基本上都是大老板级别的。MS63加在这个评级银元里边算是季军分了，63加其实就相当于64分。首先，评级这个分数上来看，这是在金字塔顶的。另外，你这个不是普通的冤大头，这个是9年净发。9年净发就是所有冤大头里边做工最精致的，尤其是它这个发丝。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发丝，基本上很精密，一根一根的，看上去特别漂亮。虽然说是清洗过，但是壁面你看带钻光，基本上壁面带光的话，看起来都特别漂亮。按你目前状态来看的话，市场价大概在4000多的样子。市场价4000多？对。那我这就明白了。俺这个朋友还挺懂规矩的啊。我们是合作伙伴哦，我帮他来忙了哦，他应该不会骗我。那是嘞，你说这话来龙去脉就理清楚了。你这是帮朋友的忙，那朋友为了感谢你，说实话才送你这一块银元。说实话，你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了，他也不可能拿假货来忽悠你。倒是你另外一个朋友啊，挺有意思。说实话，他应该是啥都不懂，不然也不会说这是假的。一般像这种盒子币啊，入盒评级真假，必须得去对比官网。可不是听信他的一面之词，那有包浆的是真的，不带包浆的难道都是假的吗？这是他，我跟你说实话，他也是啥都不懂。哦，差点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对呀，你说这万一冤枉他了，这不是闹笑话了吗？你说的很对，朋友之间千万不能产生误会，尤其是合作伙伴，对吧？是的，把误会消除就行了。没事，好，谢谢。我最烦叨叨搬家的人了。咋了？现在俺爸妈准备在农村盖房子，让我给俺姐一个人再拿30万。你看这俩银元能卖多少吧？我看你这年龄也没多大呀。今年才19，才结的婚。才结婚就给父母准备盖房，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况且30万也不是小数目。你这2块虽说都是龙阳，一块赵忠，一块大清，包浆确实是漂亮，满身的大老 K， 而且2块壁面无伤无戳。给父母兑60万，在农村盖房，应该能盖个好几层的别墅了。差不多都盖4层吧，预算是700多个平方，再加上咱们身上有20-30万，建成之后应该是俺村里面最豪华的房子。在农村要建700多个平方，4层要花掉100万，看来你们家是人口众多呀。就俺爸跟俺妈他们2个住。哦，2个人要住700平，我的妈呀！看来你们农村现在攀比比较严重啊。这个我不知道，那爸妈是做啥工作的？之前他们2个在外面打工，现在在家里面种地了。哦，在家务农就要建这么大的房子，这应该是跟那村里边的谁攀比了吧？就是攀比了。我左边右边那俩邻居都是3层楼。他叫俺家没有儿子，说俺爸俺妈挣那么多钱，将来留给谁？俺爸俺妈一生气就让我和我姐一个人拿30万，说必须把老家的房子给建起来。其实这个事儿吧，还是恁爸妈为了要争一口气儿。才要建4层楼，最根本的起因就是农村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嚼耳根子，喜欢攀比造成的。现在生男生女其实都一样，将来爸妈百年之后，儿女一样可以继承父母的家产。相反，2个女儿的呀，最起码结婚啊，不用为房为车而操心。你回去劝劝的爸妈，还是别盖了。我也不想兑钱啊，今年才结的婚，手里面哪有那么多钱？只能先把这2块陪嫁的银元给卖了，看看能凑多少是多少吧。你说的很对，不管是道德绑架也好，不管是相互攀比也罢，走一步看一步。先说你这个大清玄三，
这个壁面是无伤无戳，有少许的这个流通痕迹。整体无论是龙鳞还是字口都说得过去。这个大青啊，其实它是在这个所有龙羊里边设计最大气的。它这个尾巴出云是属于深斑龙，价格的话贵就贵在它这个包浆上面了。这种包浆啊是属于全身大老黑的状态。目前来看的话，大概也就是大7000块钱吧。说实话，我就这俩嫁妆，这才结婚都要我兑30万，这不是拿我在火上烤吗？不对这人家爸妈，对吧？我又没有钱。确实3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对于你们刚结婚的人来说啊，确实很难对。再来说这个造币正常，相对好一点，在龙阳3剑客里边是最贵的。这种包浆就不过多了说了，也是大老黑的状态来说还可以，字口属于全身大。照中主要是看鼻子，它这个鼻子还可以，包括龙鳞也没什么磨损。壁面大盒子的话能给45分没啥问题，大概在1万多一点，这2块算下来差不多也就2万的样子吧。2万就2万吧，我手里面也没有太多钱。先看看他们会不会炒我吧，到时候非得兑30万的话，我再想办法给他们借钱嘛。其实要我说啊，你回去跟恁爸妈商量一下，或者是跟恁姐商量一下。我个人感觉，在农村啊，花110万盖房子，700多个平方，住2个人，实在是太浪费了。家里边又不是说人多，和别人攀比啊，完全没必要。再说现在年轻人挣钱又那么难，你别说没钱了，即使有钱的话，你都是把钱都花到盖房子上面，对吧？在农村盖房完全没太多必要啊，而且还是老家，对吧？也产生不了价值。再说你这才结婚，你这要给父母兑30万，对不对？你老公肯定也有意见啊，对不对？你回去跟那姐好好的商量商量，能不盖都不盖。对，拿回去吧。好，那我再商量商量。对，好，谢谢你啊。没事。俺弟弟啊，这是要把我害惨呀！贷款30万，让我去给他担保。这现在找不到人了，赶紧帮我看这2块银元变现。卖银元帮弟弟还贷款，这有个姐好赢啊！来，我看看啥的银元。别提了，我就不应该替他来担保贷款。他现在欠的30万还不止。万一这俩银元值不了30万，我就得喝西北风了。帮人贷款确实需要谨慎，不过你这替恁弟弟担保了，毕竟弟弟也是自己的亲人。你这俩银元可不是30万的品种啊 ，XF92的大头，整体字口还不错。这一块是恩和的大秦宣3，看样子是一块前半龙。还30万的贷款，这2块银元，这是困难很大。说实话，我都把给弟弟担保这件事给忘了。还是昨天银行给我打电话，我才想起来这件事儿。还有这2块银元，这是当时我弟弟给我留着的。说他们价值30万，让我以后急用钱的时候拿出来变现。价值30万，我看有点难。这个银元是过去的通用货币。他们在过去啊，就相当于是1块钱，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那时候的购买力啊，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500到800左右吧。据不完全统计啊，所有的银元大概发行了有1-2亿枚吧。而你这2块是当时比较常见的，明白吧？你说的很对，我这几天去转了很多回收店，他们说这2块银元也就几百块钱，我一听这价格，差点没把我气炸，只让我给他担保30万，结果这俩银元只值1000多，这剩余的钱就得我自己来还了。1000多倒不至于，你去的啥回收店？首先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这俩银元真假是没啥问题，就是无非值多少钱的问题。说实话，替人担保啊，以后千万别乱来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恁弟弟如果还不上这个贷款，这30万还真得是你自己来还。不过幸亏啊是恁亲弟弟，如果说你是替外人担保的话，你就更冤了。啥都不说了，你赶紧帮我看看这俩银元，它的价值吧。行，先说这一块8年，这个是 XF92的8年，我先看看它有啥斑。哎呀，你这个空心眼应该是一块斜口皂 ，XF92底板还不错，全字口，多少有一点流通痕迹。按现在市场行情的话，就这样一块8年大头，市场价也就4000块钱左右呗。这一个才4000左右吧？对。那2个加起来比这30万也是9牛1毛呀。那是嘞，实话实说，这个大青比这个8年稍微好一点。
大秦玄3的话，你这个是前版，龙尾没有出云，也相当于是 XF92 的意思，因为 N 盒标注的全是英文。你这个我看一下，笔面多少带一点流动痕迹吧，整体还可以，属于清洗过的银元，流动痕迹还是有一点的，我目前来看的话，因为这个大秦玄3现在市场价在7000左右，2块加起来也就18000块钱。就这也卖不了多少钱啊！对呀，我这弟弟忽悠了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那是嘞，说实话，吃一堑长一智，毕竟这个担保了呀，是恁弟弟。你如果说恁弟弟担保还不上款啊，你都得替他还。说实话，以后遇到担保这事儿，你还是躲远一点，反正是自己的亲弟弟。接下来嘞，你无论这银元卖不卖，你都得想办法把你弟弟这账先还了，不然的话，以后还真是有后续麻烦。啥都不说了，我这是认栽了。以后谁再找我担保，我都呼他的脸。这2个证赶紧给你吧。行，那我给你算一下。好，叔叔，这几天俺家老房子拆迁嘞，我扒出来一块带字的砖头，我拖着还挺沉嘞，你能看能值多少钱？拖在手里确实挺沉的，上面写的果然有字。小朋友，你这可不是什么砖头啊！你看它的形状，中间窄，两头宽，因为它这个面是平的，样子就像一艘船一样，一面带字，另一面是浇筑形成的蜂窝。这拖着重量差不多有3斤重，典型的30多两银艇。我感觉着这个可不少值钱，给你拿回去，还交给爷爷奶奶。我为什么要交给他们呢？这是我捡的，我还差100块钱，准备给我自己买个生日蛋糕呢。准备卖100块钱给自己买生日蛋糕，这看来你是要准备过生日啊？是的。首先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呀。我有10岁了。10岁的话，你都知道捡破烂卖钱了。这过生日咋不让你爸爸妈妈给你买生日蛋糕啊？我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他们去打工的话，你还可以让爷爷奶奶帮你买啊。我爷爷奶奶太抠了。除了给我吃饭上学，而且也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想给我自己买一个大蛋糕。过生日买大蛋糕，说明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如果人一旦没有了梦想，和咸鱼几乎没什么区别。像你这么大年龄的话，爷爷奶奶不给你零花钱是对的。像你们小孩子从小养成花钱的习惯并不是什么好事。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挣钱，将来呢才算自己的本事。这砖头就是我自己捡的，我感觉这能卖几十100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自己给我自己买蛋糕。你说的非常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的这种思想是对的。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你这年龄太小了。现在你正是学习知识的年龄，挣钱那可是以后的事儿。就拿你这块砖头来说，你什么都不懂，张口就想卖100块钱，这显得太亏了。100多太亏了，难道这个砖头能值100多吗？叔叔，你帮我好好看看。帮你好好看看是应该的。首先说你这块砖头，第一个要给你纠正的，它并不是一块砖头。你像我们平时建的砖头哪有这么重的？我就拖着它沉，所以给你拿过来的。通过它沉首先说明它不是普通的泥疙瘩，这是正儿八经的宋代银艇，它的材质是银的。第二个，再来说它这个破，你看这个银艇表面看上去锈迹斑斑的，如果真是铁锈的话，肯定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早就溃烂腐蚀掉了。而这个黑色泛黄的就是银子长时间形成的包浆，所以这是包浆，并不是说破。再来看你这块银艇，字口保存的非常好，即使外面你看带了一层包浆，依然能够清楚的看出它这个字口，而且表面没有任何损伤，整体品相还不错按目前的收藏价值来看的话，小朋友，你这一个银艇我感觉能卖同等重量的100元大钞。同等重量的100元大钞是什么？这个
重量我只是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具体是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意思就是告诉你，你今天拿过来那个银挺啊，很值钱。这那么值钱的东西怎么会在墙缝里呢？奇怪了。怎么会在墙缝里？这个问题啊，你得回去问问你爷爷奶奶了。说不定啊，这是你祖上的人，比如说像你老太爷啊、老太太，他们过去砌进去的。反正就是值钱，你把它交给你的爷爷奶奶，说不定啊，真有那个大蛋糕，在家等着你呢。好嘞，谢谢叔叔。不客气，不客气。就因为这1块钱啊，昨天在婚礼上，俺媳妇儿对他大舅大骂出口。你赶紧帮我看看这是真的假的？这哪是1块钱，这是一块乳皮盒的银元。我这细看的话，你这还是一个甘肃版，虽说没给分，但是味道不错啊。你看，尤其是它这个发丝，这几乎是没任何磨损。我细看一下是否带斑啊？哇，你这还是一块落叶。你看甲壳这里有一片叶子，真假没问题。怀疑真假也不至于对长辈大骂出口啊。俺媳妇儿她舅吧，俺媳妇儿早就对他有意见了。他孩子结婚的时候，俺妈给他拿2000块钱。这我媳妇儿结婚，他也不能只给一块银元吧？俺丈母娘对他有意见俺媳妇儿当时也生气其实再生气也不能对长辈破口大骂，礼尚往来向来都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看恁媳妇儿她舅，也不是没空着手来吗？这好歹拿一块甘肃落叶过来啊，银元就是钱。再说恁丈母娘对她弟弟有意见，这当晚辈的也不能没有一个大小啊。你可能不了解他舅是干啥的。他舅啊，跟俺那一片是有名的大忽悠，从来不干实体，专门靠他那一张嘴投机倒把，人称假大忽悠。俺媳妇儿啊，怀疑他拿的这银元是假的。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自己外甥女结婚，他绝对不会拿假货来忽悠你们。这搁着盒子看啊，这种传世状态的银元压力可以，我看一眼开门。再说了，一般像这种平底入盒的银元啊，真假非常好对比。打开官网，仔细对比它的细节就行了。所以你们是误会恁这个舅了。即使真的又如何嘞？俺媳妇都说了，一般像这种银元啊，绝对不会超过1000块钱。不管咋说，反正我是支持俺媳妇的。这种假亲戚不要挨吧。我看你们一家人啊，真的是对银元不懂。刚才我都告诉你了，你这个不是一般的银元。首先真假是没啥问题，懂行的看门道，不懂的看热闹。刚才我拿到手啊，第一眼看这个，它就是甘肃版，因为一般的甘肃版啊比普通的原料都贵，所以第一眼就特别瞅一下它的头发，发丝比较精细，然后再瞄了一眼内齿，你看细长齿，比普通的甘肃略长，所以就反过来看一下它这个甲壳面，5点钟方向偏上这个地方有一个落叶暗记，这特别明显。所以这块甘肃大头它不是一般的斑，它是甘肃3剑客里边发行量最少的现存世量比那个曲壁民还要少很多。状态来看的话，正宗的传世状态，壁面最起码很干净，而且整体啊还是全身的，虽说有这个少许的流动痕迹，依我看就冲你这个状态，暂时卖个1万多块钱完全没啥问题。都这吗？不可能嘛，就这一块小小的破银元，你说给1万多吗？对呀，你这样说出来谁会相信？俺媳妇儿听了肯定能笑掉大牙。应该听到这个结果啊，恁媳妇儿会很意外，毕竟啊你们是误会了恁那个舅舅。我建议你们啊抓紧时间赶紧找到舅舅去道歉。其实像这种银元啊并不在乎它的这个大小，银元能值多少钱，重点就是看它的斑。因为你们对银元不懂，所以啊才会闹出这番乌龙。真是误会他这个舅舅了。那听你都这样说的话，好像也不是在跟我开玩笑。那是绝对没开玩笑。真能值1万多的话，我得跟俺媳妇说说，他这事办的有点太粗鲁了，太鲁莽了。对，结令还需系令人。你这个媳妇儿确实太冲动了。说实话，结婚一场大喜，恁就带着诚意，带着1万多块钱的东西过来给恁贺喜，恁竟然这样对他，对吧？反正也没外人，自己的亲舅舅，回去找一下恁丈母娘，回去一块儿，给他赔礼道歉，这个事儿也都算过去了。但是俺这没有这样的，不了解这东西。好，对，老板，谢谢你。没事，谢谢啊。没事。我朋友啊欠我1万块钱，今天让他家的一件古董来订账，没想到啊，这居然是一个明朝的玩意儿，这一下我可捡大漏了。朋友欠你1万块钱也没多少啊，他会拿明朝的古董来抵账吗？
来，我也看看是啥样的东西。好，你给看吧。其实啊，他也没办法，主要啊是他欠的人太多了，也算是有气无力吧。我不管，反正我这次是捡大漏了。捡漏其实可不容易了，如果真有漏的话，他不会把东西卖了还给你吗？哇，大明宣德，这还真是大明宣德。但是实话实说啊，有这几个字，它不一定就是大明朝的那时候的古董。看造型的话，你这个是牛气冲天的摆件，年代不详，我看未必啊有你那1万块钱保值。给你这还还给他吧。老板，你咋这样嘞？你要是收不起，你就明说。你说实话，这摆件我确实没用。至于收起收不起，具体还得看你想要多少钱。因为刚才你说你捡漏了，漏在哪里呀？当时我去俺朋友家的时候啊，他家里要账的人太多了，我一看他阵势啊，别人都抱着家电家具跑了，我也不敢落后啊，找了一个梯子，在他家的保估价最高的这个古董取了下来。我一看这大明宣德这4个字，当时我都高兴坏了。我朋友拉着一定要我把东西放下，我又不傻，当时我就说1万块钱算是一笔勾销了，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来的。我感觉那朋友当时想让你把东西放下，有可能是不想让你和其他人一样同流合污。你想一想呀，作为朋友借你1万块钱也不算多，我们每个人他都有低谷的时候，不说在朋友落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吧，你最起码该帮忙你也得帮忙，不至于上他家去捡漏啊。你说的挺正经，又不是借了你的钱，你说他都干生意破产了，别说给他要1万，你现在就是给他要1000，估计都很难。站在你那角度想想也挺难，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你拿人家这一个摆件，这一会儿说捡大漏了，一会儿又说抵你1万块钱，因为你对这些东西也不懂，难道你都没想过万一赔钱了这咋办嘞？这赔啥钱？大明朝的东西，再拿1万块钱也买不回来啊！至于我能赚多少吧，一切跟我那个朋友都没关系，赔1万不想吧，那要是就是不值钱了，我还认了。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因为你不懂。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啊，大明宣德最有名气的其实是它的香炉，因为做工漂亮、数量有限而闻名。过去的铜器啊，都讲究一个周正，最重要的是它的分量。说实话，因为你这个摆件有那么大，但是重量我这拖着有点轻了。首先，自我感觉这个铜质不行。再来看大明宣德这4个字，你可以看一下，字体比较软。真正的大明宣德的东西啊，它这几个字是仿不来的。还有正儿八经几百年前的摆件，它放到现在历经几百年，它这个器型外面啊应该是有包浆的，而你这个牛气冲天上面很明显，你看这哪有包浆哎，对吧？加上雕刻了现代的艺术字啊，包括造型，十足的现代艺术品一件，不是我贬低了。就你拿着这一件东西啊，如果你去古玩地摊上去转一圈的话，说不定啊能找一个双胞胎兄弟回来。你说这话是啥意思？你也别绕圈子了，你就直接跟我说能值多少钱吧。能值多少钱？因为我对这样的艺术品研究不是太多，个人认为也就100-200块钱的样子吧。因为拖着重量来看的话，个人感觉未必就是铜质，即使是铜的话，也就200-300块钱。那可不行啊！如果真是几百块钱的样子，我肯定给我的朋友不愿意。我这个人啊，让我赚便宜可以，让我吃亏啊，那是万万不可能。所以刚才你拿过来的时候，我就提醒你，还还给那朋友，因为你对这些东西不懂。现代艺术品上，说实话，打上大明宣德这几个字，并不代表啊，它就是大明朝的东西。你拿的时候，说实话太开心了，但是你还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点狼狈。你看看给那朋友这咋解释一下吧。还好找你看看，本以为捡那个大漏，啥都不用解释，直接把东西给他，找着钱要回来。行，我这个朋友啊，太会算计了。咋了？前2年借我30万块钱啊，这现在我找他要钱去了。少来说1个月返我2000块钱。你看这1个月只给我一块破银元。现在欠钱的都是爷啊，借你30万，1个月还2000，这得还他猴年马月。我算过了，1个月还2000，他得还我13年。你这个朋友耍来到位啊，这变成分期付款了。不过你这个银元状态还不错，AU53分的甘肃金发大口，壁面属于全身的，看着非常舒服。这对于你30万的本金来说，这显然这都是毛毛雨的。
所以啊，那也不靠谱的人啊，以后说的再好听，我也没借钱给他们。当他说的好了呀，30万一年给我3万利息，这结果倒好，1万年的好处费没借，我的本金也没有了。这个借钱确实不能随便借给别人，有些人借钱啊，平时承诺的很好，我看这完全是博取你的信任，殊不知你惦记他那一点利息，他却想霸占你的本金。借钱之前啊，他是一个啥的人，你应该知道啊。咦，我朋友我太了解他了，平时喜欢喝个小酒，经常请我吃喝酒，然后都是他付款，家里有啥事也可以热心肠，唯一不好的呀就是好吃懒做，没想到他给我来这一套。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经常请你吃饭喝酒，我看你们就是典型的酒肉朋友，每天在一起吃吃喝喝，你说逢酒必醉的人，好吃懒做的话，你说他能干成啥事？一年给你3万的好处费，首先他得能挣到钱啊，还有经常吃饭，都是人家买单，显得你是一个爱赚便宜的人，人家正是摸着你这爱赚便宜的心思啊，才会去给你借了钱。现在啥都不说了，他现在没钱烦我，我就给他要钱嘛，他还指着我的鼻子说，说如果不是你借给我钱啊，他也不至于赔钱干生意。你这个朋友确实太不地道了，自己干生意挣不到钱，拐过来还倒打一耙，不还钱弄得他还有理了，好像他干生意赔钱了，变成你的错了，这算啥事啊？不管他吧，一个给我2000块钱也行，说明什么不给我都强，你看这个医院能值多少钱吗？确实，像你们朋友之间借钱啊，他不还钱，对吧？他没钱，你也拿他没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你这个银元已经平进入盒，这个具体状态盒子上标注的非常清楚，甘肃金发大扣斑，这个斑是甘肃斑里边的一个小名誉品，一般甘肃斑都不是金发，金发做的最好的是9年金发，它的发丝密度是最为突出，而甘肃斑比着这个9金啊，发丝虽然差点劲，但是它在整个3年大头里边发丝也是最漂亮的。你这个发丝还可以，大扣指的就是它这个纽扣，这个斑呢也算是一个小名誉品吧，壁面属于全身打，你看比着普通的那个3年的扣子有所不同，扣子显得立体感很强，流动痕迹几乎忽略不计，整块壁看上去非常舒服。我感觉你这块壁啊，卖个2000多块钱轻轻松松。咦，我还以为值不了2000块钱嘞。那这样的话，我每个月给他要一块银元不就行了？因为他买的银元比较多。银元币种不一样，价位区别其实很大。你像普通的冤大头，价位才1000多点，只有带斑的稍微贵一点。如果有龙阳会更贵一点。家里边有那么多银元，一个月才给你2000块钱，这显得格局啊有点小了。不管怎么说吧，以后绝对不再乱借钱了。只要一个月能给我点儿，总比什么不给都强。你说的也对，也只能这样了，吃一堑长一智吧，慢慢的把钱给他要回来，一个月2000，10来年都回来了，以后再借钱啊，你要谨慎了，酒肉朋友千万不能再乱借钱了。你可别说以后，再也没有以后了。谢谢老板的鉴定啊。没事。俺邻居老大爷太抠了，咋嘞？我给他们交了2个新东河他们俩却给我这一块破银元，你给我看看这值不值1000块钱吧？今年的新东河，一个人是380，2个人是760，你这1000是咋回事？来，我看看你的银元。你看你这老板，咋那不会聊天2个人760是不假，新东河是2个760，但干啥事我不得弄点好处费吗？你说的很对，现在无论做啥吧，确实离不开这个跑腿费。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你这个银元绝对是远远不止1000块钱。你看这好歹入盒给50分的甘肃大头，而且还是一个小名誉品，流泪斑，就是比这普通的甘肃啊，它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多几滴泪，状态原汁原味，挺不错。你这无论卖不卖，你这都有钱赚啊！我这俩邻居大爷就是抠他明明手里放了有龙阳，他就不舍得给我一块你说那龙阳不比这冤大头值钱吗？你说的很对，只要是龙阳，肯定要比冤大头贵。再说你们都是邻居嘞，打开网页帮忙交个费，举手之劳而已。况且人家还给你一块银元作为感谢，你这要求别人龙阳，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嘞？
你说这话完全是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这760块钱，首先我得去银行给他存了吧？对。存完之后，我再帮他交费。这来回不少麻烦哦。你就是现在去跑个外卖，一天也得挣个200-300块钱嘛。你确实是辛苦了。我知道现在你们年轻人啊，都比较现实，做一件事的前提啊，都是以挣多少钱为目的。你可能对这个银元的价值不太了解，了解之后啊，你会心满意足。我就想要一块龙阳，龙阳肯定比袁大头贵啊，这个道理我懂，你不用忽悠我。我就给你随便拿一块龙阳啊，来做一下对比。你感觉龙阳贵，还是你这个六类版贵嘞？肯定是龙阳贵啊，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说实话，如果是普通的袁大头啊，或者是甘肃版，价格肯定是没有龙阳贵。而且你这个是甘肃版里边的一个小名玉品，甘肃六类版。还是先说这个龙阳吧。龙阳分中央龙和生龙，中央龙啊越比生龙贵。我们个人家里边通常啊都是这种生龙多一些，像这种无伤无戳的，差不多也就2500到3000左右，基本上大概也就这个价位。那2-3千可以了，总比这1800块钱一个大头强嘛。实在不行，咱俩换换。你先别着急，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了。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袁大头，单说这个甘肃版，它的价格啊就比这个普通的大头贵。况且你这个是小名玉品，甘肃六类版。六类版怎么看嘛？就是看它眼珠下面啊有几滴泪，这个几滴泪啊就比什么都没有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这个版比较少，物以稀为贵，所以它这个价格啊自然很受欢迎。再说你这个状态还不错，你看两面都是原汁原味，然后没有任何流通痕迹，有50味，给的是适当其所。就这样跟你说吧，就你这一个，按现在的市场价来估的话，轻轻松松卖个4000多块钱，完全没啥问题。你看这一个光卖4000多吗？对，你还给这个龙阳还换吗？行，那我不给你换了，你别忽悠我。我没有忽悠你，你这个邻居说实话，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你看，你给他交个新农合760，送你一块价值4000多的甘肃六类版，你应该懂得知足。再说真的假的？真的。再说你这邻里之间，对吧？互相帮个忙，举手之劳，这都不算啥事儿。对不对？那是嘞是嘞，那你都这样说的话，我明年我还得给他交。我明年还得去给他交，说不定他还给我一块呢。对对对，往长远点看就。好，老板谢谢你啊！不客气。我是一个老银匠啊，年轻的时候呢，90年跟客户换这一块银元，这个银元比较少见，你看现在我挺多见，我花好长时间。老银匠的话，那咱俩也算半个同行，因为玩银元也算是银匠出身。如果连金银都看不懂啊，就没法辨别真假了。大爷，我看你这个银元可不得了啊！你这个银元，说实话，这是张作霖的陆海军大元帅。你别说90年给客户换了，你就是现在也确实少见。当时一个年轻人拿着这个银元来加工手镯来，我一看这个银元确实没有见过，所以说呢，我就商量着跟他说，换成成品也不叫你吃亏，我加工几十块钱我不给他要，本来那还挣了几十块钱，最后一算，也赔了20-30块钱。那确实是这样。因为他换走了我一个重的，比这银元还重的一个镯都换走了，我生气了。那时候银元不值钱，一个大概就几十块钱。你去商场买一副银手镯得100多，加工一副银手镯才几十块钱，所以大部分都拿家里边的银元去加工银手镯。算下来的话，当时一副能省几十块钱。但是用银元换手镯的话，99%的客户都不愿意换啊。那肯定不愿意换了。他想换我们给他换。换的话，第一个挣不到他的工钱，对，还得赔钱。第二个呢，很多人都认为他的银元是纯得很，其实他不纯。对啊，反正他这都不懂这些事儿。那是的，就是这样。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银元含银量高，给孩子加工银手啊，戴上效果好。其实确实他们不懂，因为这个银元的含银量只有89%，里边有11%的铜，基本上做出来的都硬。给孩子戴上确实不太好，但是你们为了生活，也只能是将错就错。我当时给别人换了一部分，当时呢，
涨价的时候猛地涨价，涨到100多、200多，每家都卖了，最后都留到这一块儿。你看现在这一块到底值多少钱？大爷，给你说句实话，这可不是便宜的银元，因为90几年的时候啊，信息不发达，你们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很正常。我就这样跟你说吧，如果你这个银元是对的，这可是上千万级别的银元。上千万？对。我的妈哎！我今年都70岁了。这身边有这大的惊喜，我居然都不知道，小伙子，你看看。大爷，你也别激动，我是说，如果这个银元是对的，肯定是上千万的东西，因为像这种军阀币啊，在过去它的存世量很少。你这个是15年了，民国15年张作霖的戎装像，这种张作霖这个陆海军大元帅啊，一共设计了3个版，15、16戎装，17年的文装，但是都是石铸币，石铸币啊，只是设计了版。并没有大量的铸造，所以它这个存世量极少。在过去啊，只有造币厂留了有样币，要么就是张作霖他本人才会有这样的银元。所以90几年的时候啊，年轻人拿过来这个，要么是他祖上留下来的，要么就是他跟张作霖有关系。但是细看你这块币，包浆太浮，整体压力不够，尤其它这个边齿太软了。我看也就是一块仿造的银元吧。小伙子，这不可能啊！我以老银匠的身份可以来担保，只要是假的了，要真假的，我真叫这个银元吃了，假的那时间都是真的了。你要搞明白一个问题，你这个银元确实是银的没错，我看也确实是银的，但是银的它不一定是真的。你搞银匠路应该也知道，银子你放100年之后是吧？它正常的包浆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况且咱周口也是小城市，你想找一个跟张作霖有关系的人，估计是很难啊。小伙子不可能啊！90几年那时间根本没有假货，这个我可知道的清楚的很。哎，你别说90几年没假货，你就是放民国那时候也有造假的。90几年那时候已经有真银假币了，你这个反正放到现在也不赔啥钱，几百块钱还是有的。那我不可能卖给你啊！从几千万压掉到几百，那我再找其他人看，你不能，那这说劲太大。再找其他人，我准备发财的，等着。再看看，再找其他人看看。我准备发财的，发不成财，你说那我不敢意。老板，你看我这运气真好啊！倒个垃圾的功夫，白捡一块银元，这不相当于白捡几百块钱吗？一般说，你运气挺好的，现在挣钱挺难，你捡钱，说实话，恭喜你。来，我先看看是啥东西。捡钱叫我7块了啊！这晚上回去做饭完了啊。俺媳妇叫我幸运的，正心里不开心的，我出去倒垃圾了，捡个这。你这个是中元，比着我们常见的那个袁大头啊小1号，XF 45分，这个中元给分了。这个状态种子有一点弱大，不过你这个是原汁原味的中元，这个中元的话要比那个袁大头要贵很多，这个几百块钱暂时买不来。这东西是搁哪来的？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我跟你说，这男的呀，结婚的时候千万不要许太满了。那时候我跟俺媳妇都说，我结婚之后，做饭啥都全部都是我的。好了，这现在一年365天做饭都是我的，天天都是你的。对，那你是一个好丈夫、好模范，这挺好的呀。这捡银元8竿子也打不着。这不是上一次回来晚了吗？没做整饭，俺媳妇叫我幸运的。幸运的，他叫我叫垃圾倒了，我真不开心，我颠着垃圾出去了。我一看，垃圾桶旁边箱子里边装了一个东西，我踢了一下，腾出来个这儿，出来一块银元。我拿过来一看，我多少我还认识一样。那是。然后我跟俺媳妇说，俺媳妇说这东西假的，我不相信。我去旁边的一个同行，都是同行，我家看了，我这东西管值多少钱？真是假的？他说这东西假的，他这都值个银价200-300块钱。200-300块钱？对，我一听。我这不对，他知道说肯定货比三家不吃亏嘛，我都特意拿过来再叫你看看到底是不是200-300块钱，他该求我了。哎呀，你确实是无巧不成书，给媳妇儿生个气，吵了一顿架，去倒个垃圾，竟然捡一块银元。说实话，你这运气确实挺好。这个一般街头啊都有回收那个黄金啊，回收二手回收店。但是你去那个地方问价，说实话有点不靠谱。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啥？你这个是中元啊，简单的来说是小1号的银元，它这个小一点，并不等于它不值钱。你像我们普通常见的袁大头，3、8、9、10，4个年份，最贵的是8年，
但是这小1号的中原在过去是2个兑换1块冤大头，你放到现在，玩姻缘啊，基本上都是看它的稀有度。这个中原呢，发行当年就发行了1个年份，就发行一个3年。你这个中原说实话已经评级入盒了，公博给的是 XF45分，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原相这个地方是属于全深达，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而且夹盒这一面没任何问题，就是有一个中字稍微偏一点弱达，因为这个中原啊就是偏弱达类比较多一点。然后你看夹盒也是全身达，你这个是完全没任何问题。叫我给你估价的话，能值多少？现在按它的市场行情的话，12800没啥问题。12800？对，你说了300块钱，说实话，现在300块钱上哪去买姻缘，根本就买不来，因为现在300的购买力太低了。乖乖，一个给我估300多，一个是12800，还是你实在？你的意思是相差的价格太高？这个我对这不懂，管存那些嘛，你说。主要是你去的地方不对，有时候那街边的那个首饰回收店，他们给的价格，说实话，太低了。你得玩姻缘，卖姻缘，你得找专业玩姻缘的。哦，是这个道理。我看你都比较专业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吧还是比较谨慎。我喜欢啥吧？多对比啊，没事，了解了解，对吧？不碍事，反正你捡过来了。等一下，你说值个12800，我再一问，他那值个大几万，因为啥吧？那300块钱给他存那些了，是不是？没事，你再转转问问。中，先谢谢你，白老师。不客气，不客气。好嘞。老板，你看我这个东西啊，我准备到上门的。谈了一个杭州本地的对象。还是一个有钱人的。第一次见面，他给我一个破姻缘。第一次见面送你一块姻缘，这好歹是一块北洋龙啊，你竟然还嫌弃？哎呀，你还真别说，你这个对象确实是有钱人，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北洋龙啊！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34这个书写方式，这是传说中的罗马体艺术字，北洋龙里边的第1名玉品，卷山起司，送给你这个出手阔绰，你这个女朋友大方的很啊！这不是俺对象送的，这是俺爸妈给我的一个见面礼，一人一个，另一个我没带过来，跟这个差不多。按他们说的那边的规矩是吧？咱们女婿第一次去女方家里，一个人至少要给1000块钱的红包。那在南方当上门女婿，其实和我们北方的女孩子第一次去男友家见家长一样，这个男方父母啊，多少要准备个红包，或者是精美的一个礼品，以此显得对女孩的重视。1000块钱的红包现在在哪都不算多，而那女朋友家长给你准备的这俩姻缘比红包更排场，更有纪念意义。我看未必，不知道是不是对我不满意，还是嫌俺家里边穷。咋了？饭桌上除了问我家里边的情况外，没有给我多说一句话。临走的时候给我一个破姻缘，这让我弄得很尴尬。其实你只要不尴尬，尴尬的都是别人。你也不要想太多，一切顺其自然是最好的。毕竟你是第一次去那女友家，大家彼此都不熟悉，没有太多的话说也很正常。再说了，临走时送你这俩姻缘，就说明那个家长对你还是比较满意的。姻缘吸引姻缘，送给你这个，表示他们家已经对你认可了。得了吧，这姻缘说实话，不知道值钱不值钱的。以前家里边也有，都被我小时候拿电子游戏机给卖了，打游戏时候卖了。都好像当时都10来块钱一个。俺爸妈当时没有打我，反正我也知道不值钱。你这小时候的事儿，现在翻出来说也没啥参考价值。说实话，20年前姻缘确实便宜，但是现在啊，早已今非昔比了。况且给你这个姻缘入的还是 PCTS 的盒子，皮壳评级本身就严，能给到 VF35啊，已经实属不易。我给你来说一下，一般像这种北洋龙啊，比较常见。我们现实中一般见的最多的也就30千块钱吧。刚才我也告诉你了。你这一块北洋龙不是普通的，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这个卷山起司版非常少，是北洋龙里边的第1名玉品。如果手里边有5块北洋龙的话，少一块卷山起司，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玩家，容易被人笑话。而现在啊，说实话，这个版太少见了，所以自然也不是什么便宜货。先来看它的状态，卷3指的就是这个3，卷进来了。
4呢看起来就像一面旗子，这个就是它的标配。状态来看，龙鳞虽然说有流通痕迹，相对来说也算是全龙鳞了。字口的话，你看这前后没有任何可挑剔的，我认为啊算是全身打的状态了。为什么给你35分？这就是这个银元背面有少许的流通痕迹，不然这个状态啊给45分完全没啥问题。就目前冲你这个状态来看，轻轻松松卖个3万块钱没啥问题。你逗我玩的吧，老板，都是一个字能卖3万吗？我跟你说的是一个参考的市场价，因为绝山骑士这个版比较少，那岳父大人买到手啊，差不多应该也都这个价钱了，或者说更高一点。我也以为不值钱呢，没想到那么值钱。看来我女朋友家确实有实力啊。对，我是误会他们了啊，你确实是误会他们了。只要是你和那女朋友在一起过得幸福，这钱不钱量都不太重要。这个盒子比较脆，你拿的时候千万别摔住了。给，还拿回去吧。好嘞，老板，谢谢啊。没事。我真佩服我自己。这一次分家，我净身出户啊，分了2块价值几十万的银元。可笑的是，俺哥那个傻坑儿，他竟然还不知道。分家不得公平公正吗？这听你说这话，好像赚大便宜了。来，我看看是啥样的银元。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这银元能值几十万。现在手机真是好东西。能值多少钱？上网一查就知道了。啥样的银元能值几十万？我看你这俩也没啥特别的呀。一块背面带光的3年大头，我细看一下价格面。这里有一个下鱼钩，另外一块这是34年的北洋长尾老包浆老味道，这一块也没什么版。这2块银元我看很常见啊，没啥特别的。我好奇的想问问你，你在网上查了这俩多少钱？你要说特别贵吧，也没有。但那个带人头的好像是20万哦，另外一个带盘龙的能给30万哦。这在我手里放2年了，你看看现在涨价了没有？卖了能不能给我买一套120平方的房子？我看指望这2个银元在咱这买房有点难啊。你看现在咱这边的房价也不贵，单价差不多5000左右吧。120平的房子60万了。一般像这种龙阳比这个冤大头贵属于正常，因为北洋龙比冤大头少。但是像你在网上查的这价格啊，这会不会是价格查错了嘞？绝对没有查错。我在网上认识有那个专家。俺们已经加好友了。这2年俺俩经常联系，他一直催着我，叫我去北京找他来。他说我要去北京了之后，他给我开5星级饭店。反正我感觉啊，他还是比较诚意，比较真诚的。我给你简单的讲一下网上专家的那些套路吧。你别说，你拿这2块银元给他给你报50万，你随便拿一个铜板，他都管给你报个10万20万的。之所以给你报高价，第一就是在第一时间获取你的信任。因为大家都喜欢钱啊。当你带着这个发财的心到地方之后，他们就开始劝你先评级鉴定，想卖更多的钱再上拍卖，这一系列里边都是需要你付钱的。到地方轻轻松松啊，让你掏个几千块钱，这都很正常。只要他能给我50万，给他几千块钱的辛苦费也无所谓。要不现在都那么忙，人家肯定也是要挣钱的，对不对？这我都能理解。关键重点是他收了你的钱，50万肯定给你卖不掉。先说你这块冤大头吧。首先啊，这个大头没什么板，刚才我给你看了，也就一个下鱼钩而已，简称条花下鱼钩。这个板发现量其实还挺大嘞，壁面状态虽然说带光，虽说无错，但是也有少量的这个流通痕迹。目前看这个状态的话，能给到你1000多。你给我开啥国际玩笑啊？别人给我估价20万的银元，你给我1000多，你就给我1万，我还不可能卖给你啊！你这是典型的被人洗脑了。因为平时我们常见的这些银元啊，其实他们的价格很透明。这个北洋也简单的给你估一下吧。确实，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任何斑，就是一块常见的北洋长尾。壁面虽然说带的包浆，但是你这个龙鳞还是不错的。质口方面也算是流通痕迹吧。目前北洋价位高了也不敢估，就你这个状态大概在3000多一点。3000多？对。咦，你这给网上估价又错了100倍啊！老板，我再说你几句了。同样都是干活的，你咋不向人家网上的专家学习一下？人家给30万，你给3000，这算咋回事的？哎呀，其实刚才我该跟你说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你这俩音源啊比较常见，价位你别说错100倍，他们俩价位错100块钱，估计你买卖的时候啊都有困难。第二，他给你几十万只是一个幌子，不然他们也不会轻易啊从你手里边挣一些莫须有的钱。具体你该相信谁，建议你拿着这俩音源多去实体店看看，多比较价位，再做定夺。那我肯定不去实体店了，我还得是去找我的那个专家吧。那行，那你转吧。这个人比人气外人，咋了？他婆婆一点都不明点儿。我给他生个大黄孙子，他姥姥都给他拿2000见面礼。你看他给这4块破音源。哎呀，首先你先消消气儿，不要和任何人做攀比。说实话，你这4块音源都不错啊，全是清一色的龙阳，这里边可没有便宜货。大清和北阳比较常见，人音还有这个戊戌，哎呀，这都是少见的东西，而且还都带分儿。我看你是对音源不懂啊，这么跟你说吧，就这4块龙阳，可比那2000块钱的红包不知道厚重多少啊。强不强我不知道，这阿婆这个人平时比较抠，因为给孙子的见面礼的事，我都暗示他多少次了，说了多了，才给几块银元，反正钱我1分钱没见着。其实这个银元就是钱，给你这个转手你都可以花掉了，给你钱转手都花掉了，对吧？给几块漂亮的银元还能传承下去，就像给孙子的见面礼啊，这就不用过多的提示。这当奶奶的肯定准备的有，都说隔代亲，就光看这几块银元，我感觉那婆婆都不是那种多抠的人啊。你这对她不了解，当时我和他儿子结婚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他爸妈还改口费，人家都是5000、8000的给，有的甚至给1万，你猜我都给了多少？给多少？我说的就给了1000块钱。其实1000块钱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了。你都按照咱这边结婚这个规矩来看啊，因为这个改口费它只是婚礼上的一个形式而已，它并没有一个标准。还有给200的嘞，像恁朋友也有给几千、上万的，都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吧。其实给多少钱都无所谓，只要你们两口子结婚过得幸福，比啥都强，不用太过多的在意给别人去攀比。主要是人活一口气，不争我馒头争口气。再说了，我也没给别人攀比。那同样都是爸妈。那我那婆婆为什么没有我妈做的好？这个人啊，一天有3米，我咋感觉你这米的都钻牛角尖去了嘞？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恁婆婆给你这4块银元，比恁妈给的2000的红包那可厚重多了。我就随便拿出来一块吧，你看这个是这里边最便宜的北阳龙，而且还是一块短尾。短尾在34年里边的占比比较少，你这一块是原汁原味的状态，高额头暴露鳞，壁面除了有少许的流动痕迹，目前来看啊，就你这个状态，轻轻松松卖个4、5千块钱没啥问题。一块银元几千块钱，你这没忽悠我吧？没有。我俩一样的，这一块银元好像100-200块钱。放心吧，我绝对没忽悠你，100-200块钱那是多年前的价格了。况且你给你拿来这个短尾是这4块银元里边最便宜的，我就随便拿一个贵的吧。就像这个50分的江南人银，说句不好听的，这2年前这都是10几万的东西，能上皮革给50分，足以说明它这个状态很好。首先啊，它这个包浆是属于原汁原味原生态，在50分里边绝对是属于少见的。龙阳主要是看它的龙鳞，你这个龙鳞可以说是全龙鳞，味道状态非常好，而且还是一块直头银，字口属于全身打。一般像这么好品相的，现在我就随便卖个4、5万，完全没啥问题。就这一个能给4、5万，对，那剩下的那2个就别估了，再估的话就把我妈那2000块钱见面礼比下去了。真没想到我这个抠婆婆这一次真他妈大方。有时候确实没法比来比去啊，得有一个人躺着中枪，剩下的这俩反正也不是便宜货。说句不好听的，就你这4块银元，大概差不多有10来万的样子，给孩子好好的放着，以后越来越稀缺。反正手里边没钱的时候，你想变现可以随时拿出来，因为它这个盒子比较脆，你在放的时候啊，尽量不要摔着了，好吧？好的，老板好，谢谢。没事。